科普醫美新知。好，我們今天要講的題目呢，法令紋。法令紋大家都很討厭哈，不管男生女生都覺得有法令紋顯老顯凶。其實你如果仔細看的話，每個人法令紋的形態不一樣。有的人法令紋呢，感覺就是他這裡有一個凹陷哈，那有的人法令紋，他遠遠的看好像有2條細細的，上次有客人形容很像鯰魚。鯰魚，真的就是2條這個樣子。有的法令紋它是笑的時候很明顯，但有的卻是垂的時候特別嚴重。所以事實上，法令紋是有不同的形式。其實我們一直很強調一件事情，不管你做什麼處理跟治療之前，你一定要先診斷。醫療的本質就是先診斷，再治療跟處理。不然我其實好常遇到有些客人來跟我抱怨，前一家診所叫他花錢打音波，花錢打電波，他花了幾萬塊、10幾萬，打完以後法令紋還在。我一看我就想跟他講說，你這個根本就不適合打。為什麼？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解釋，法令紋分3型。第一型就是凹陷型，第2型呢是肌肉型，第3型呢是下垂型。你知道法令紋研究可能跟你想象不一樣，法令紋的研究是這10年才比較透徹。身為解剖美學的奠基者，我始終堅持解剖分層為基礎，結構力學來設計，安全優先是原則。因為沒效才是最貴，想做要找專業。对，法令紋跟隨了人類幾十萬年了，對吧？人類有多久，它就有多久。可是大家一直都搞不清楚，法令紋這裡是不是有韌帶啊？是不是膠原蛋白流失啊？一直到這10年做了很多研究，所以今天你們看這一集節目非常值得。這一集節目我濃縮了至少50篇以上的醫學論文。我組了幾個讀書會，我還幫醫學會組讀書會，我會挑一些有研究價值的國際論文給這些醫師看。那今天的這集節目是含金量很夠的哈。其實，在幾年前我在把法令紋分類的時候，台灣很少醫師這樣分啊。所以你現在看到有些醫師，他也在講法令紋分3個，其實都是從我這邊出去的，因為我把它這樣分類，大家比較容易理解。我們今天就來解釋一下凹陷、肌肉跟下垂的法令紋有什麼不同。我們今天說我們法令紋有3個原因，一個是因為凹陷，一個是因為肌肉，一個是因為下垂。每一種原因它治療都有2種。比如說我們來看凹陷，凹陷的治療比較簡單的方式就是填充，打東西進去，比較持久就是電假體。肌肉型也是一樣，比較簡單的方式我們可以打動態玻尿酸，比較持久的方式怎麼處理？用筋膜。那下垂怎麼處理？比較簡单的方式拉線，比較持久強調拉皮。我們待會一個一個來介紹。我們現在看這個圖哈，這是澳洲一個學者 Andelson， 他找了很多的頭骨來做研究，他發現一件事：我們隨着年齡老化，我們的頭骨也會形變。這樣講好學術，聽不懂。我講一個更簡單的意思：你年紀大了會不會骨質疏鬆？會嘛？你有沒有想過，你的身體脊椎會骨質疏鬆，會駝背？會。腿會骨質疏鬆，會變短。你的頭骨會不會骨質疏鬆？好像也會。對，頭骨也會骨質疏鬆。這個圖就是在告訴我們頭骨骨質疏鬆的一個狀況。第一個表現就是它眼眶會變大，再來就是它這裡的骨頭會凹下去，然後這裡骨頭會陷進去，下巴會變短，鼻孔會變大，所以很多人年紀大了也會覺得鼻子變塌。那我們今天要講的重點是法令紋。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是年輕的時候的頭骨，這個是年紀大的時候頭骨。你會發現有一件事，你會發現這個地方的骨頭有沒有發現凹進去了？所以我要講的第1型法令紋的成因就是凹陷。這個凹陷是怎麼回事呢？很多人說是膠原蛋白流失，好愛講這句話，對不對？可是事實上，凹陷型法令紋的原因不是因為膠原蛋白流失，是因為骨頭凹陷。是哪邊呢？我們指的就是鼻翼旁邊，這裡有一個三角形的一個凹陷，在我們的鼻翼旁邊這裡有一個三角形的凹陷。所以很多人他法令紋的形成是因為這個骨頭凹進去，有一些人他是天生的，他這個骨頭啊，天生這個地方比較凹，或者是上顎骨比較凸，就是嘴凸啊，這裡就會顯得比較凹。那也有一些人，他是隨着年齡，像我剛剛說的，他骨質疏鬆的這裡這個點越來越凹，導致你這個地方的法令紋這個三角形的凹陷並明顯。我們剛剛已經講這個凹陷，它是因為骨頭陷進去造成的。它最常看到就是在鼻翼旁邊這個三角區，它是陷進去的。那如果你想要確認你有沒有凹陷呢，你可以用自己的手指頭這樣子壓在鼻翼旁邊，你可以看，這裡有沒有一個很明顯的一個凹坑？這種狀況我們就要去填充它。比如說像這個圖片，它這個很單純哈，我們可以用玻尿酸去填，或是用精量子去填，或是用伊蓮絲填都可以。
也有些人就說，我要填的話，有沒有比較持久的方式？以現在美國 FDA 核准，我們都知道美國 FDA 是全世界最嚴格的食品藥物管理局嘛，它核准的填充裡面最持久的應該是聚左旋乳酸。那聚左旋還有一個好處啦，不怕熱。之前新聞我們知道泡個溫泉出來鼻子不見了啦，因為不要說怕熱，但童顏針它不怕熱，這是它的好處，而且它持久。根據實驗的結果，它維持時間大概是25個月上下。如果你本身作息正常，真的可以更久。所以凹陷型比較簡單的處理方式呢，就是打針填充。那有些人這樣講啊，我每年這樣一直打針，有沒有一個徹底的方式，或是 CP 值比較高的方式？有。就是墊片，墊一塊墊片，墊一塊假體。之前有節目特別講法令紋墊片，大家有興趣可以去專門看這一期節目哈。什麼叫墊片？就是這樣一塊東西放在凹陷的地方。墊片它一般有3種材質，第一種材質叫矽膠，第二種材質叫做卡麥拉，第二種材質是 Gore-Tex。那我一定是用純的 Gore-Tex，或者在顯微鏡底下很多小孔。這個小孔可以讓組織長進去，所以它就不會移位。不然一般的材質啊，像矽膠這一類的東西，如果你沒有用骨釘去把它鎖起來，它可能會移位。還有一件事情要注意的是，大部分在放這個墊片的做法都是從嘴巴往上做。從嘴巴最大的優點是什麼？就是醫生好做，因為醫生很容易看得清楚。可是對患者而言不方便，你的傷口在嘴巴裡面，你吃東西怕感染，怕發炎。最重要的是，你由嘴巴往上放，傷口從這裡到這裡有一個距離。如果你沒有一開始锁骨釘，它很容易往下掉。所以我喜歡的方式是從鼻孔裡面放。它最大的好處是，我放進去剛好卡住剛剛好，你就不用擔心它移位。在我診所，我們在放墊片的時候，我們都是拿一整塊大塊，然后去雕成適合你的形狀，這樣也可以避免你長久以後鼻孔因為墊片變朝天鼻。那有些人就會說啊，持久的方式除了墊片沒有別的方法，比如有人說用液體真皮粉啊，或者是液體真皮去墊。我其實不是很喜歡這個方法啊。你放別人捐獻的真皮，姑且不論你會不會排斥或是怕不怕這件事情，首先第一個問題是放進去以後，這個東西它可能會有吸收率的問題，所以你可能要打好幾次才有辦法達到你要的。那費用的時候，一個法令紋要花10幾萬，我覺得費用有點太高了，有點浪費錢。第二個問題是，這個東西如果它出問題，比如它發炎或排斥，你拿得出來嗎？不像墊片，你不喜歡，那你拿出來只是10分鐘的事，很輕鬆。所以我覺得比起來安全性，我覺得墊片是安全很多。像這個本來這個地方凹陷，它墊完墊片以後，哇，它可以改善凹陷型的法令紋。凹陷的部分被改善的時候，對於有些人而言，他連嘴凸的感覺都是可以改善的。對有嘴凸的問題的人，他是一舉兩得。很多人他的法令紋其實不是凹陷型的，它是可能接下來這2種或是混合型的，所以不是什麼法令紋你用填充都有效哦。我們來看第2型的法令紋，肌肉型的法令紋。造成我們法令紋的肌肉有這5條肌肉：提上唇鼻翼肌、提上唇肌、小顴骨肌、大顴骨肌，還有提上唇嘴角肌，都有可能會造成我們的法令紋。這些肌肉它的來源方向不一樣，它造成這一條法令紋的位置也是不一樣。哇，好複雜啊！你們不用知道這些，我知道就可以了，因為很多醫生也不知道。這個對我而言是已經刻在我靈魂裡面的東西，因為我就是專門在研究臉部解剖的人嘛，所以我很熟，我可以看得出來你是哪裡出問題啊。這就像你去健身房，一個好的教練，他看你走路就知道你哪一條肌肉無力。對我們也是一樣，你怎麼判斷你有沒有肌肉型的法令紋？非常的簡單，所有肌肉造成的紋路，它在皮膚上表現出來都是一條細紋。來，比如說你頭往上抬一下。要脫掉口罩嗎？都可以，反正我是要看抬頭紋的。对，不是頭看上面，你怎麼這麼有趣？你看他頭看上面的時候，你就會看到說，這個地方它就有一些紋路。來笑一下，像這種肌肉造成的紋路就是這樣一條細紋。來，你用力笑，你看他笑的時候有沒有一條黑色細細的紋路？就是我們說有點像鯰魚鬚的那一種。我有鯰魚鬚，沒有關係。肌肉型的紋路呢，它就是一條細細的紋路，跟剛剛凹陷型是一個三角形的凹是不一樣的哦，因為它是肌肉拉扯出來的。你看這裡的肌肉是不是非常複雜？它拉扯在我們的法令紋上面，不同的肌肉就會拉出不同位置的細紋。所以趕快拿起鏡子一看，你是不是笑的時候有一條細紋？笑的時候有一條細紋還好。
還不會顯得太老。可是有很多人啊，他就算不笑的時候，就有2條細紋在那，甚至最嚴重的就很像刀刻的紋路一樣，像疤痕一樣，那就是他已經從動態紋變成靜態紋了。就像這個紙啊，一直折，一直折，折到後面它就成為一個固定的一個紋路，因為你的真皮已經受損。這種肌肉型的法令紋怎麼處理？很多人說肌肉型是打電音波，打音波啊，當然是一定沒有效。為什麼？因為電波、音波那些針對的是鬆垂啦哈，所以它是沒有效。很多人說拉線。張醫師聽說你線台灣拉的是最多的，那拉線沒有用。對不起，拉線它針對的是鬆弛跟下垂，它對肌肉型的法令紋一樣沒有效。我們要對症下藥，所以我一直強調診斷很重要。肌肉型的法令紋這種細紋，我們要處理就不是靠拉提。那到底怎麼辦呢？說啊，它是肌肉，那我就打肉毒嘛。肉毒可以放鬆肌肉，不是嗎？打肉有沒有效？有效，可是我不建議。因為你肉毒打在這個肌肉上面，你肌肉被放鬆了以後，你就笑不出來了。你有那種人家看你嘴巴不會動，不會很奇怪嗎？這種肌肉型的法令紋以前大家很頭大，不過這2年有辦法了。我們一樣有2個方法處理肌肉型法令紋，簡單的方法有一種特殊的玻尿酸叫動態玻尿酸這個玻尿酸經過特殊的電解以後，比較容易隨着肌肉伸縮，它可以鋪在肌肉的細紋上面，讓它比較淺，效果很好。你用一般的玻尿酸去填這種肌肉型的法令紋，它很容易笑一笑什麼就位移跑到上面去，哇，那變得更嚴重。或者是怎麼樣，動啊，哇，它就不見了，幾萬塊的錢就不見了，不是很可惜嗎？所以這種動態玻尿酸，它鋪在這樣的一個細紋上面，就有點像是我們把這個牆壁上的一個紋路抹上這種特殊的玻尿酸，細紋就淡化了。可是它有缺點，它最大的缺點是它不夠持久，它維持的時間大概就是8、9個月。花錢事小，主要是一直跑麻煩，对不對？有沒有比較持久的方法？我告訴大家有，而且這個方法現在很少人會做。為什麼很少人會做？我做超多的。這個技術其實是這2、3年發表在國際期刊上面。我可能有很多人開業以後，他就不太去看新的研究論文，或者去看一些新的教科書，就是用舊的那一套方法。反正舊的那一套方法可以吃得很飽嘛。如果發現吃不飽的時候，就改個名字，偽裝它是新的方法就好了。外面很多診所是這樣搞，會不會講了太多秘密？會不會被殺？我是不會自殺的，我趕快發出不自殺聲明。這個方法非常的好用。我們從耳朵的後面這個地方用一個小傷口，大概0.5公分的傷口，你就算綁馬尾去給他洗頭髮，你都看不到。我們從這裡取一塊筋膜，注意哦，我們不是拿耳軟骨。每次這樣講，客人說拿軟骨啊，要墊鼻子啊，不是啊。我們拿的是筋膜。有些人說，那我以後要在哪？這不是沒有筋膜啊？放心，到處都有筋膜，多到你用不完的。筋膜它本身是一個有韌性跟伸縮性的組織。我們把這個筋膜拿下來，經過一些簡單的處理之後，重點來了，我們要用一個特殊的器具。這個器具呢，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講，我們在用筋膜處理紋路的時候，我們用這個器械這個器械就是你專利的鼻翼邊邊再用一個針孔，嘴角旁邊再用一個針孔，放心都是針孔。我們把這個筋膜就沿着這個細紋，把它鋪在這個細紋的下面，它可以很明顯的淺化這樣的一個細紋，效果非常明顯。而且最大的好處是什麼？它持久，可以維持4、5年。對一些不想一直打針的，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而且它恢復期，因為它都是針孔，這個地方的傷口你也不用擔心疤痕的問題，所以這樣的一個筋膜來修復刀刻般的細紋，我覺得效果非常好。而且因為用的是你自己臉上的筋膜，它可以100%相容，絕對不會有排斥，你也不用擔心說後面會不會有什麼問題，就很自然。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方法。所以處理肌肉型的法令紋，簡單你可以搭到動態玻尿酸，幾分鐘搞定。你要持久，你可以用這種獨特的筋膜墊法令的方式。我們節目上講的這些方法都不是幻想出來的，我們都是可以提出真正醫學上 evidence base 的。因為這個行業很亂，有很多的話術，我很討厭話術。我們都希望告訴客人正確的觀念，然後選擇真正適合你的方式。我覺得這點很重要。最後一個法令紋是下垂。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圖，老花哪裡會垂？眼睛會垂，上眼皮、下眼皮會垂，蘋果肌會垂，嘴邊會垂。蘋果肌垂壓下來，就會把你的法令紋壓下來，就像這樣。當你的蘋果肌下垂的時候，因為文軒很年輕還沒有，但是下垂的時候，你看就會壓出你的法令紋。這種下垂型法令紋就是要上提。
我們之前有一期節目就在講為什麼蘋果肌的下垂用電波音波它的效果不好。大家有興趣的話，歡迎大家去看我們的連結啊。有什麼方式可以改善這種下垂型的法令紋呢？簡單一點的方式，拉線。在那一期節目我有講到，拉線用一般直進直出拉法，2-3個月就沒效了。所以如果你要改善下垂型的法令紋，一定要用環形8字的這種方式，因為環形的方式才可以穿過一層一層像牆壁一樣韌帶，把你下垂型的蘋果肌做一個上提。比如說像這個地方下垂，我把它提上去，你法令紋就有一個明顯的改善。特別是環形的8字這種拉線的方法，它對於很多人很討厭鼻翼上面這一小坨下垂的部分，它一樣有辦法拉得到，它一樣有辦法改善。對於下垂型的蘋果肌、下垂型的法令紋，它效果非常好。但有些人會說啊，8字聽說非常有效，甚至很多客人他會說啊，我去哪間診所，他說他有來上過你的課，的確這是一個很有效的方法。可是有沒有辦法撐超過5年呢？沒辦法，因為這個線它會吸收，拉的方法再好，線吸收了，它一樣沒有辦法超過5年。那我想要持久一點，有沒有辦法？有，就是做手術拉皮。所以下垂型的法令紋強效的方法就是什麼？拉皮。拉皮。大家有興趣，我有很多的影片在講拉皮哈。拉皮我要特別提醒，第一件事情，很多傳統的拉法，他們大概拉都只拉到這裡。所以假設你今天要做拉皮手術，請你注意，一定要問清楚醫師有沒有幫你做到前面。你甚至可以要求說，我可不可以在手術當中錄影確認有做到前面？因為我好常遇到的客人，他都會說，我去什麼地方拉完以後，前2個月有效，幾個月以後就掉下來了。所以這個是一定要在你躺上手術台之前要求。你如果沒有要求，你剛做完也不會發現啊。等到你半年、1年以後掉下來怎麼辦？你也不知道到底有沒有跟到，那你不是就吃虧了嗎？所以手術前一定要求說，我想要在手術當中確認你有做到前面來。再來第2件事情就是手術拉皮，它重點就是要持久。如果你效果要超過10年，你就必須要用手術的方式去處理。如果你說啊，我就是切一塊小小的傷口，剪一塊小小的皮，剩下的都是靠線拉，當下是有效的。對不起，1年以後、2年以後還是沒有用，那就失去你切這一刀的意義。你拉線就可以維持1-2年了，你何必切這一刀呢？所以這件事情很重要，你要弄清楚你的拉皮方式。再來，像我們的3层式拉皮，除了強調每一層都會做，還會做到前面之外，因為我可以做到前面，所以我可以把多餘的筋膜直接拿來墊我們的法令紋木偶。所以3層式拉皮在處理法令紋，它不是單單只有改善垂的部分，它還可以同時改善這邊凹，可以同時改善這邊肌肉的紋路。我們來看一下。比如說像這個人，他這裡蘋果肌有下垂，他有肌肉型，他有凹陷。我們用3層式拉皮的方式把它重新拉上去，再把多餘的筋膜拿來墊這個凹陷跟這個紋路，它就可以改善得非常的明顯。我們再看，像這個更嚴重，它的法令紋除了很明顯下垂之外，這個紋路已經像刀刻的一樣，可不可以改善？可以。這個都是傳統拉皮做不到的。傳統拉皮它會告訴你，這個紋路不可能把它抹得多漂亮啦，你有改善就好了。沒有，現在的方式可以直接處理到這邊的蘋果肌。我們因為處理到這裡了，我們當然就可以直接把筋膜用來處理這邊的細紋，用來改善這裡的凹陷。所以用3層式拉皮的方式，它可以同時改善凹陷，可以同時改善肌肉的問題，也可以同時改善下垂的問題。這是一個非常終極的一個方法。OK， 今天花了很多時間跟大家介紹，很重要的一件事，你要知道你自己的法令紋，你很討厭的法令紋，你一定要先診斷它到底是因為凹陷型的，還是肌肉型的，還是下垂型的，還是它是 mix 的，然後再決定你要用簡單的方式處理，還是你要用強效的方式處理。非常的重要，希望对大家会有帮助。记得没效才是最貴，想做要找專業。如果大家覺得我們的節目對你有幫助，歡迎分享給你的朋友。你如果把這個頻道分享給你的朋友，跟我們的小編說，我們會把這一本書的電子檔寄給你哦。它只有講微整形，可是裡面講了很多臉部構造的一些概念，我相信對大家很有幫助。可以把你的問題傳給我們，客管師他們會直接拿給我，我可以幫你們做一些解答。拜拜。拜拜。
今天的影片之後呢，對你是不是很有收穫？你要不要確認一下今天這個影片你到底吸收了多少？趕快來做以下這些題目哦。